来了，姐妹们搞起来了！最后一天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你们？6对1，真心话大冒险了，这不是？听说你开始的时候很害怕我呀？对。你觉得最崩溃的瞬间是什么？说实话吗？做导游的时候，觉得我们满意吗5位姐姐中，你最想了解和相处的人是谁？下一个问题。我在这里问这个问题真的很致命。不行吧，这个问题你要回答的。最想接着了解的人是？不得了，不得了！旅行结束，你觉得哪个姐姐最难搞？报我身份证号呗。辛芷蕾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你在她身上学到了什么？热巴姐跟辛芷蕾姐，你更喜欢谁？让我去死是吗？哼，修罗场。我什么都没说呀。热巴和辛芷蕾，你更喜欢谁？你更喜欢谁？你更喜欢谁？谁？来吧，姐姐们，咱们开聊吧。来吧。6踩1。那抓吧，那抓吧。那儿这7个。就喜欢抓阄，公平、公正、公开。3，我最喜欢3了，3姐。1，完了。妈呀，7，这不完了吗？最后一个，抓一个，在哪儿阄？就这仨，这只剩这仨了，我先抓一个吗？哦，那就这个吧。这是啥2？抓阄一下，还剩2个阄，那就是采访的顺序。我是第5个，大姐是第6个。来吧，开始吧。你把你的手机交出来。为啥呀？因为我们会在群里发问题。哦。好。我坐哪？你坐哪儿啊？你坐一个单独的位置。来吧，开始吧。这么长啊！谁问第一个？大姐问第一个。我先问吧。好，你先问。小胡，如果就重新开始一次这个节目，你愿不愿意再当一次导游？我可以再当一次导游。如果还是跟我的话。如果不是，如果跟我不行的话，你会选择其他的谁呢？我想自己当导游，一个人，就把我所有人抛弃，包括我，对，包括我，对 ，OK， 不要 ，OK 啦，我问了，结束这趟旅程，对于旅行有什么新的认识？还是借这个机会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然后对于那些未知的东西跃跃欲试，甚至想就是重新开始一下生活。这一趟旅行当中，你心目中最难忘的花少团的3个画面或场景是什么？一个是躺在埃尔奥拉的那个火星那个地方看星星，哎呦，太美了！流星啊！我们看到流星。Oh, I see it. Oh, Aaron， 太美了。一个是克罗地亚的时候，大家一起往海里蹦。哎呀！有点爽。还有一个是冰岛的时候，我们突然遇见了极光。好长啊，一条。我反正觉得挺好看的。我也觉得。
我想问的是，如果旅程继续的话，5位姐姐中你最想了解和相处的人是谁？送命题。这等同于真心话大冒险了，爹。对，你们不就想玩真心话大冒险吗？好难啊！刺激。下一个问题。在这里问这个问题真的很致命来的。No， 姐姐不同意。No。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嘛。我心里有答案了。下一个问题。不行吧，这个问题你要回答的不得了了，不得了了。那你一会儿可以偷偷告诉我吗？好，我直接说好吧，我最想接着就是了解的人是兰姐。我觉得我高光时刻了，你的高光时刻来了！哎，爹。因为我姐就不用说了，我们实在是太熟了。啊，这话还行，把我整得劲儿一点了。你别老事儿的，别跟我比。怎么样？说，爹，你说，夸姐夸。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她为人处事的那种智慧。我觉得我的一些特征和你的一些特征，如果我想变得更好，需要融合一下。就是我想保留我的怪的同时，还能像你一样，能让大家所有人都舒服。你就把他美的今晚睡不着了。大家觉得我是这样的，感谢，给兰姐鼓掌，鼓掌。啊，我一会儿一定要问你们每一个人这个问题。你们都给我等着，我只有一个问题问。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如果只能选一个人进行双人旅行，你会选择谁？我选蕾蕾姐。为啥你还想照顾我？说实话，我觉得蕾蕾姐就是以后的我，对自己的祝福很沉重。你现在可不是我以前的我。就是可能我说这话有一点那个啥啊，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妹，我懂你的意思，你就说他是你想成为的样子。对，我觉得最让我舒服的方式就是你想什么和我说什么，然后我不去想那么多。蕾蕾姐很多时候的方式都是说你别搞这个，或者说你搞这个，或者说你告诉我什么，很简单直接。对，就谢谢你，最高的评价。姐跟你一起去旅游，咱回头就去啊。如果再来一次7人旅行，你最想和谁亲近，或者重新相处？那我觉得是88姐，因为我其实查过每个人的那个生日，然后我们俩都是双子座，然后我觉得我们俩会有很多像的地方。我其实还是挺想跟那个88姐说很多，观念一样的话，然后想法一样的话，你未来最想深入了解的6个人之中是谁？小胡的上一个问题，犀利的那个问题。最想了解的深入的问题就是兰姐。兰姐，哎呦，你兰姐高光时刻又来了，兰姐真棒。深入说一说。就是你怎么可以做到，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这么乐观，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这么阳光，然后都可以做到一直 open， 然后一直很充满乐观的一个这个事情。
突然提问了兰姐，到底你俩谁回答问题？因为可能在我这个年纪，我的感触，我的经历给我的结果就是，除了生死无大事，所以我觉得，意外跟惊喜不知道哪个先来临的时候，为什么不享受当下？可能我们生命的长度没有办法去拓展，那我们就努力把宽度把它拓展了，让我们活得更有意义，更容易快乐，然后对得起我们这一世的时光就够了。就比较简单粗浅一点。我觉得等你变成过来人的时候，你就懂了。哎，姐姐懂。好，我来了。你觉得在旅行中什么时刻觉得有团魂？哎呀，这个我特别能回答。我也是，我想到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很有团魂。然后比如说我们划那个皮划艇的时候。使劲儿，因为我其实当时是划不动的，这玩意儿还挺累的。划船是最累的一个项目。Hi everybody. Hi everybody. 然后再比如说是爬冰川的时候，这里要小心喽。好，像云端。包括一些很小的细节，比如说做早饭这件事情。不行，那太高太大了，多太大了。一个温馨的早餐，感谢大家，我们是一个团结友爱且有凝聚力的团队。干杯！我觉得有团魂的时刻，就是说，大家真的去想到彼此，真的想让这个旅程有一个难忘的时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有团魂。来吧，问吧。哎，我有个问题是关于我的，就是说，兰姐是你们1秒熟起来的朋友，咱俩啥时候1秒熟了？但你就有这能力啊！哎，好吧，咱继续问啊。然后那个中间他做导游的时候，你们有些陌生了，现在变成了互怼，你对他的感受是什么？总结你们这趟旅行的相处模式。你们可能都听过那句话，就是说你跟一个人相处舒服，并不是因为你多厉害，是因为对方的情商高。如果我们大家都感觉舒服，那就是兰姐情商很高，她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很舒服。你别给我在那贴标签，这是你的优点。经过这次，你对旅行有新的认识吗？其实这个旅程真的是一个，就是了解他人见天地的啊！你看这句台词我老用，真好，这句台词真的好，真的耐人寻味。了解他人天地。以前我觉得我特别了解自己，我觉得特别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通过这次旅程，我发现我并不是我自己想象的那样的。我也在观察别人，也在看别人跟我最初的印象和我们接触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差，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过程。这是必经的，我觉得人生路上必经的。到我了吧？听说你开始的时候很害怕我呀，然后现在对我的感受是怎样呀？你好好说，你现在还怕我吗？我其实那次咱仨聊的时候我已经说了，对你不是怕姐，其实我一直对，就是演技好的演员内心有一个尊敬感，因为我一直认为演技好的演员对自己专业认真的演员，他绝对是对生活认真的，他一定是有他的思维宽度的，他有他的世界，有他的想象，他才能把戏演得好，这是我认为的，所以我对这种人是有一种由衷的尊敬的姐姐。后来慢慢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公主，就是从这个尊敬有点怕怕的感觉，到最后想保护你，就这样。小胡是你之前就很熟悉的，这次旅行你对他的成长有什么感受？总结你们整趟旅行的相处模式。你希望他怎么说？你说吗？你希望我怎么说？你想咋说咋说。因为我们俩是《如懿传》嘛，7年前吧，是吧，爹？7年前，他那个时候还
还小孩呢，16岁，很小，天天就追着姐姐屁股后跑，就是什么都说，各种输出，各种表达，就是特别爱表达爱说话，想要表达的年纪。对，想要表达的年纪。然后他这次来，其实他对我的，哎呀，反差和那个印象的改观特别大。我真的觉得他长成了一个男人了。其实最开始他好多行为是让我感到陌生的，弟弟，但是慢慢的，他还是在的，只不过他的外表有他的成长，但是他这成长又不是让我觉得很难以接受的，是让我觉得感到高兴的姐姐，因为我看到她没有长歪，她长得很好，我看到她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坚持，然后她还能照顾每个人的感受，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就像一个亲弟弟一样，觉得每天骄傲死的。很骄傲。我觉得他照顾我比我照顾他要多，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姐姐挺惭愧的。说出了那句名言，你呀，grow up。这句名言从我这儿来的。但就是高兴还是多的，下一个是谁呀？我。如果选一个人让你深入了解，你会选谁？哪有这个问题啊？这个里面，闭嘴吧你！我刚才说了，我每一个都会问的。问我那个发给你的问题。兰姐，我的问题就是这个，请你正面作答。你。哇，这个问题修罗场。什么？啥呀？热巴姐跟辛芷蕾姐，你更喜欢谁？修罗场。让我去死是吗？哼，我什么都没说呀。我应该。热巴和辛芷蕾，你更喜欢谁？你更喜欢谁？你更喜欢谁？谁？不要拖时间哈。这特别简单，手心手背都是肉。你看看这情商。好。你满意吗，爸爸？没呀。你满意啊？那么谁是手心，谁是手背？你们真的很厉害。人就不要有分别心，因为都是肉呀。你满意吗？哎呦，因为你情商高，都给你写的修罗场的问题吗？我这有啥讲的？两个男孩有什么不同？更喜欢哪种性格？两个男孩，我觉得一个是安宇是一个思想很缜密、很细腻，而且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然后小胡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他是一个有一点小随性，有一点小阳光的一个男孩。你要说我更喜欢谁？可能我觉得我更支持小胡这样的个性。我有点心疼安宇。因为其实，在那天看星星那个晚上，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说一句话，我说你已经很优秀了。然后当时我特别清楚有一幕，就安宇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谢谢姐，你给我这样的认可。我能感受到他心里面那种需要被认可的感受，所以那一刻我有点心疼你。不是说你这样的个性不好，姐是希望你能够更好的做自己，不要那么 care 别人对你的看法。我觉得小胡这种更自在、更自如的状态，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拥有这样子，就是真心的做自己，哪怕有一些缺点、一些问题都没问题，咱们就是做自己，所以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累。姐是希望你们都能活得轻松一点。我还没问呢，给我拿来，赶紧的，快！你张让我挑一个最厉害的，我让你下不来。手心手背都是肉了，那还能有啥下不来台的呀？我一会儿坐地上行不行？做导游的时候，哪些人给了你帮助？做导游的时候觉得满意吗？觉得我们满意吗？安排的好吗？做导游的时候，肯定我觉得对我最大帮助是巴巴，因为我跟巴巴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共同支撑着。我跟他在一起，我挺庆幸的。我也想跟巴巴一组。对，因为他很聪明，他也
他也很勤奋，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你很安心，他让我很安心。然后不足的地方或者谁不满意，我觉得其实我真正第一天做导游，那时候没有爸爸在，我会觉得其实挺难的。我要注重每一个人的感受，那时候我觉得好累啊，因为我是一个活的，我特希望简单的人，然后一下子要关注所有人的时候，我就变得很下位者。就是我一定要奉献，我要拍照才能体现我为大家付出。那时候可能会又让你觉得我为什么不融入跟你们玩？不是我不想玩，蕾蕾，只有你当导游，你能体会这种感受。是我想努力的做好，让大家玩得更好。啊，整不过来。当然，可能这种表达会让大家觉得好有压力啊，你没必要吧？大家在一起玩就应该共同分担。但是有的时候就那种莫名讨厌的这种所谓的不重要的这种所谓的责任。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导游通过我认识自己的不足跟一些遗憾，我又有了新的收获，就是觉得我可以摆烂，我可以任性，在一群很信任我互相有爱的团队里，就做一个松弛的自己。直到那次就是抓羊那次，我就无所谓，大家就是玩一天嘛，就享受这一天嘛，我们都是朋友，我做的不足你们就要包容吗？啊，还有一个问题啊。辛芷蕾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你在她身上学到了什么？有这样一个问题吗？可以自由发挥，可以自由发挥。有啊，有啊。那说这优秀是谁定义的？不管，你就有这个问题，你赶紧回答。我其实，在刚才你坐在那儿，你的高台，我想把你拉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你的优秀和你的高光，就是你特别简单。你真认真回答呀！对呀，这是我真正想的。那一刻，我就想赞扬你，是我不急的，你可以真实表达你时刻想要表达的，因为你对每个人信任，所以才可以开诚布公表达你自己内心的东西。不是所有人有这样的勇气、跟底气和自信的，所以这点是我很喜欢你，可爱的白羊，直肠子，是不是你值得让人学说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什么？什么？值得认真学习的地方？就这儿了，就只有这儿了，别的没有。59。来吧 ，Action！ 哎，把王宇的问题打开，我要问他。王宇，我要问他。等会儿我要问跟我自己相关的。觉得自己和小胡第一站的导游工作中，谁的表现更好？如果再次搭档，会做什么样的风格？狭隘了你问这个问题？这是他的问题，他就是这么写的，这真不是我编的。我还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不是，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认为自己大哥做的称职吗？应该问这个问题吗？我觉得你们应该。我觉得称职。确实，我觉得我对自己做的还是比较满意的。确实。除了在一些雷姐呀，然后这些细节上面。不是，那咱俩好好唠唠，就是到底咋了？你俩要不一会儿单聊？你俩一会儿单聊。我跟小胡之间谁更好呢？小胡可认真了，你看小胡跟个小松鼠似的，就在那儿等着。我觉得，小胡也做得很好，但是我也做得不错。我之前跟小胡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在分管不同的方面，就是我可能在行程这个安排上面，我会安排的更多。我觉得小胡很厉害的地方是他能给大家带来只有他能够给你们带来的情绪和开心的东西，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经常会跟某一个姐姐坐下来就单独的，或者说1、2个坐下来我们就没话说了，但小胡不会。那你为啥，阿宇，你为啥没话说呢？我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我也很享受这种。没话说吧，我也没话说。就是这种状态。神经病啊！神奇的胜负欲来了。那我有个问题，该我了啊！展开说明你秦岚姐的一些缺点，并且举例说明，重点说明。好了，这个是我刚才就一直想说的一个事儿。哦，好，说快说。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在我的视角里面，兰姐很多时候还是在状况外的。我跟小胡我们在当导游的时候，我每一次我不是坐在副驾嘛，我每次回过头来跟大家说我们明天的安排的时候，兰姐一定是在畅聊的那一个人。兰姐一定是没有听到任何一句我说的话的人。飞过峡谷山壁，同时欣赏自然壮丽的景色。觉得没有欣赏吗？还有一个叫爬上45度，这个脸在风上。爬上45度倾斜的70。大家吃起来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明天的安排。好，其实明天我今天出了好多片儿啊。算了，等一会儿吧。Sorry。行了，下一个了，咱们说内心之雷姐姐的我以后经典。会仔细，你不要再问到我了。以后我会很仔细的听阿姨说的。没有了，以后没有在我当导游。没有以后了呀。那说别的还可以听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会做这种状况外的事情，所以你才能有我们没有的能力，所以他能变成这样的人。没有，其实我其实挺开心的，我特想听到别人的对我的声音跟看法，虽然也改变不了我什么，我还会做我自己，我只要自己舒服。但是我很想听到，就是这是另外一种认知自己，这也是旅行的意义。哎，我问你一个啊，之前更喜欢随意的旅行方式，在花少里尝试了海陆姐的旅行方式，现在更喜欢哪一种？试听，我是哪一种旅行方式啊？我觉得海陆姐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你看我在聊天的时候，兰姐又去聊别的事儿了，发现了没有？就是这种情况，她永远不会听到我说话。你看我说什么，她还是没有听到。批评他，严厉的批评他。啊，我吗？就会这样，你知道，她每一次都是这样。我说兰姐，啊，我吗？以后我会很仔细的听阿姨说的。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我在跟爸爸说，你这样就不讲理。我在跟爸爸专心的说话，你突然背后说一句话，人家还讨论你。这是我的采访吗？这不行，这我得替我弟弟说这句话。对不起，然后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到哪了？说到更喜欢哪一种旅行方式啊？陆姐的旅行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定义为特种兵旅行方式吗？你是说我的导游方？人家问的是旅行。你导游的那一天，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你的旅游方式吗？陆姐不敢相信这个事实。那当然不是了。那你叫你们能选吗？你们选也是选4个，也是500公里，一样的呀。6个停6站，你选哪儿谁选什么都是那个结果。那个题出错了。对，好，下一个问题，继续来，快。那你看，下一个问题。你旅行结束，你觉得哪个姐姐最难搞？妈呀！你这问了，你不说你，这个答案，哎，你就提我名就行了呗，你就报我身份证号吧，姐认了。不是你也不难搞，你也 OK 的。我这。阿宇恨死我，阿宇真想掐死我，你就说我吧，阿宇，我问的问题。怎么了？你不行说我得了。不是，主要是真没有啥难搞的，但各自都有各自的难搞的地方。那你说说我难搞在哪儿？展开说说。你还用说吗的表情？展开来说说。陆姐就是我跟她说过的，就是她在用她觉得很理性的方式去陈述她其实很任性的观点，但是我又能理解她，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就跟着你来。我谢谢你啊。对。那这个姐呢？这是妹。昭妹就是我一直说有点对不起她的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没管她。因为她自己很多时候她在自适应。我们很多问题问她，她都是我怎么都行，但是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办法逼问她。我说你就告诉我你今天睡这儿行不行？哎，我就不行，我就是大床王，对，我就自己她一个人睡。也不会这么说。对，所以这是她比较难搞。凶猛。不凶。我问不出来她到底凶不凶。那这个姐呢？热巴姐，我觉得这几天可能巴巴姐对我有怨言，但是一直都没有说哈。500块。对，还有500块。就借的钱没还他，关键是忘了跟谁借的。啊，都多余了，八姐都多余了。这个，
就是你刚才那种情况，我聊了半天了，就是在那儿跟别人聊这事儿，你知道吗？那到底有没有一个美好的瞬间，或者让你会记住的一个好的呢？有没有让你感动的一个瞬间？说实话，我依然都觉得沙特这8天，在这20天里面，都对于我来说最珍贵，因为就是那个是我跟小胡我们解决了一次，我觉得对于我们俩来说很重要的一次对话。虽然他说他是在哄我，但我不承认。你怎么不承认？现在倒回放，你自己在那说，你谢谢你哄我。请看 VCR。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到最好了。行，你已经尽力，我尽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已经尽你最大努力了。我怎么觉得我像哥哥呢？我还在这开导你1个小时。我的意思就是说，确实，我觉得我这个弟弟当的真心不错。同意。但我不承认，是因为其实是我们互相的一次开解。对，然后干嘛？好，我哎，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哦，海陆姐，来吧。啊，大姐。哦，我想知道这个姐啊，你说。我想知道这个啊。这次旅行中觉得最崩溃的瞬间是什么？无法在自己掌控中的瞬间有什么？最崩溃的瞬间吗？最崩溃的。说实话，其实是那天就我在做导游的时候，然后我跟安宇不是去加油了吗？我加完油回来，其实已经是差不多应该得有20多分钟了。然后我一进来，我就看到我们的监制、导演、PD 全部在收银台排队，准备结账，但是我没有看到你们任何一个人。然后在比较的时候，就是作为大的领导者和小的领导者，那都是领导者，就是他们带大团，我带小团，但我做不到，我连个小团都做不到，我就会质疑我的能力，那个其实是会让我有一点崩溃。下一个问题。你想说啥？没有，因为我其实是想问一个题外话，是这个上面没有的。好呀。在我们在克罗地亚，我跟兰姐去做导游的时候，兰姐一直说让我们开心。那你自己这次去做导游，你有开心吗？我开心啊，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其实在我身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做导游那一天嘛，对吧？彩虹瀑布大家都不想下去，而且下雨了。最后我在那儿挣扎了很久，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我最后还是说去吧。就在下边，我们去打一个卡。行，大家伙儿一起就全都下车了，然后我喊了大家说冲啊！你们所有人都往前冲，跑！然后一票黑衣人跟着往前冲，快走！我那个时候特别感动。然后在黑沙滩的那个地方，我也看到了自然景观的那种壮丽。哇，你看，我自己玩得很开心，我是幸福的。那我替巴巴姐问一个，好，觉得巴巴姐很像30岁的自己，为什么？这趟旅行非常宠溺她，又是为什么呢？我30岁之前啊，其实会在意很多别人的感受，所以你会看到30岁之前的秦海璐是一个特别酷的、特别极端，是因为你会伪装成一个样子。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纠结。我觉得巴巴其实有很多时候他也一样很在意别人的感受，而忽略掉自己，但是他又不想让别人知道。然后我很希望他，因为我是在30岁之后，其实才学会一点一点勇敢的去认定自己、肯定自己和不去想那么多，因为你会发现你替别人想的并不是别人想要的。这种变化可能需要机缘，需要契机，然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早一点的不用想那么多，因为为自己活可能会更好一点。你开心了，大家才能感受到你真的开心，他们才能跟着开心，它是互通的。睡了，辛芷蕾。
问我个问题。提到辛芷蕾，你就那么不喜欢我吗？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就睡着了。有点像我小学上学的时候被老师叫起来的感觉。提到我的尊敬呢？提到辛芷蕾，你会觉得有点心疼，为什么？我什么时候心疼过你？这就是答案就是这样，不是问题就是这样。答案就是这样。你快答就是这样的。你快想答案。我觉得心疼你跟心疼斑斑是一样的，就是从你知道导游那天开始，基本上你就没好好玩过。对，上面有个问题，大姐，你觉得对我很愧疚，为啥？说实话，其实我在这个团里面，虽然年龄最大，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心智最成熟的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来讲，我有很多经验，但是并不代表我懂得如何相处。我觉得你的这种相处方式和为人乐观的态度，是让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我很羡慕。我会把他们当作弟弟妹妹，但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妹妹。然后我觉得在这一个团里面，我对你的照顾是最少的。不是愧疚的，那证明你对我信任。是我觉得你是可以不光把自己做得很好，也可以让其他人也变得很好的一个人。好感动。就是你知道，就包括我们那天转场的时候，你都没睡。大姐，有什么叫我，咱俩一会儿换。啊，我坐前面，你在后面。我不行了会叫你。我是兰姐，我是接替班的。我知道你对我能指望的就只有你，所以我刚才就觉得，哦，大姐很信任我，很信任你，所以你不用愧疚。OK 啦，我先问，好吗？好。这趟旅行你开心吗？最让你感动的几个瞬间，最崩溃的几个瞬间。开心是肯定是开心的，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然后每次去到一个新鲜的地方，这都会让我觉得很开心。所以说，我觉得开心是多过于我的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些焦虑啊，或者说是紧张啊，或者说是压力啊这些，它是多过于这些情绪的。最崩溃的几个瞬间，我觉得。在那个我得知我自己是导游，但是我需要一个人去做决定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我最崩溃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能商量的，能够去制定一个新的计划，然后把这个钱都算好了，然后才去做的决定，而我需要在我没有算好任何钱的情况下，就要立马当下去做一个决定，去选一个酒店，就那一刻应该是最崩溃的，让我自己当导游那一刻。那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来吗？其实参加这趟旅行，怎么讲呢？就是，其实是聊着聊着，我没有明确的在哪一天说，哎，我可以来，就是聊着聊着就发展下来了。我就在想说，那我来参加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想要去放开一点自己，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拘谨的一个人，就是比较不太能放得开自己的一个人，而且也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我觉得说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可以推动一下我，让我自己去放开一下自己。对，所以说你要说会不会来，其实我现在还是会比较犹豫，但是经历过这一次，我会觉得也挺开心的，因为也认识到了大家，然后也交到了很好的朋友，然后也会很开心，就是能够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回忆。能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也了解大家。对每个人最后说一句最想说的话，这真的是你的问题。我对兰姐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很开心这次旅程能够遇见她，成为朋友，然后跟我一起并肩做导游，然后能够分担我的很多，帮我排解很多我的焦虑的情绪。正是因为有他在，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虽然很难受，然后或者说虽然很有压力，但是有他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很谢谢兰姐。然后
我对陆姐想说的话就是，我会永远记得陆姐在埃尔奥拉我离开的那天，她在远处对我招手。我也在招手，我也在招手啊！你别说了，你哪有在那儿啊？我当时还看到小妹在。我给你送上车，我站在那个门口。你东西都拿好了吗？啊，拿好了，我就一个包，你就在这吧。行了行了，真行了。去，我都到这儿了。哎呦天！早点回来。落地。阳光啊！落地报平安啊！心都碎了。我站在那个门口，我给你送上车。我说你到了，到机场给我发个消息。然后你上马哥的车，我就一直在那跟你招手。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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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很感谢陆姐，还有像小胡、安宇，是。没有，你们感谢的话在后面呢。然后对于芷蕾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是有很深的缘分的。你看，像我们之前有一起去参加过一些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不够完全了解对方。然后当时我们只是在杀青宴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哎，如果我们做朋友，会不会很合得来？可是缘分让我们分开了。对，因为那是最后一晚。然后再后来就是来参加这个节目，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冥冥之中会有一些缘分会再次相遇。然后其次是安宇。很感谢安宇，就是我自己做一日导游的时候，他也从一大早6点钟起床就开始在帮忙。虽然这并不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是他一直都担当着一个去照顾大家的一个角色，所以说很谢谢他。然后对于小胡的话，他会调动大家的情绪，他会让大家都活跃起来。他们2个人在沙特对我们大家的帮助都很大，因为他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让我们后来的导游都能够按着他们这个样本去做。然后就是对于小妹的话，我觉得我没有照顾到她很多，就像安宇说的一样，因为她很独立，她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照顾着大家。因为她也说过，她是一个慢热的人，我是比她更慢热的人，我们俩都是同一个星座。对的。所以说，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能够更早的去，了解到她，从我们第一天在沙特住到同一个房间，我可以不用那么客气，让人觉得我忽远忽近的话，说不定我们会有更好的一个关系上的发展。所以说，这是我对小妹的一个印象。好了。我的问题回答完了，好，谢谢。结束了啊？结束了。没有下一个问题了吗？本次游学见证了中国智慧为当地人带来的更好生活，你有什么感受？我老骄傲了，我出过多少次国？咱们经常出国工作，我从来没有过这么明显的感受。Nice bridge for us. Thank you for that. It's beautiful. Good job. 就感觉很自豪。China, very,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Dear friends from China,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Say hello to China. 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国家真的很强大，我们的基建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中国基建为很多国家做出了贡献，展示了我们的国力和技术，我很震撼。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中国生活，我们已经觉得很便捷，特别方便。如果可以的话，有可能的话，还希望这种方式带给更多的国家。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强，然后我们的年轻一代会越来越强，然后在世界各地建更多的桥梁，架更多的高铁，便捷的生活方式分享给全世界的人。对花少团最后说一句再见的话，你想说什么？我觉得花少对于我来讲就是未完待续，可能结束是另一种开始。我希望我们还能够坐在一起，像今天这样喝点小酒，看看电视，聊聊天。That's it。很多时候，其实我有给大家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大家都有在包容我，大家都有去关照我，就是会很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好的，就这样。你说20多天短吗？也不短。你说长吗？也没多长，对吧？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时间，
让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很可惜，我觉得我希望可以更长一些。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我在跟你们见面的时候会问你们说，你还好吗？有想起过我吗？花儿与少年，我再见，不再见。我们的背包已装满晴朗，出发去山顶晒月光。春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点赶上？白色的鸽子，柔软的海浪，甜蜜地说世界早安。早安。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花儿与少年，参与花少惊喜互动，解锁更多节目惊喜。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参与节目话题讨论，和花少团一起研学思路之旅。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特别合作航机媒体云端杂志，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城市地标裸眼3D 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3D 大屏，潮流引力场大悦城，特别合作百度网盘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湖南天虹检票集团。